走廊尽头看到一个黑色的人影，戴了一个黑色的头套、护目镜，看不到脸的，手上拿着一个50公分长的刀子。 Oh my god，欢迎来到海底，我是喜娜，我是台湾妞。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社会事件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发生在考试院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事件。2008年的10月20日的星期一下午，有一个生鱼片的老板是姓徐的，他当时就收到了警方的来电，江南警察署他就来电说，请问你是徐峥的爸爸吗？老板就说，对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说，你女儿现在在医院，你赶快到医院里来。爸爸就赶快赶去医院，发现呢，他女儿已经身亡了。他女儿是24岁，死因是失血过多致死。那爸爸当然就是很惊吓，怎么女儿突然就身亡了？徐峥他是在中国留学的，学校在放假，所以他就回来韩国这边休息。爸爸的认知他是住在姑姑家的，警方却跟爸爸说，他今天早上在某某一处的考试院被发现被刺伤了，所以被送来医院。爸爸就说，考试院，我女儿怎么会住在考试院呢？她不是住在姑姑家吗？警方就跟爸爸说，考试院今天发生了大型的刺伤事件，女儿就是其中的一个被害者。这个加害者呢，他除了刺伤人之外，他还放火这个考试院。到底为什么女儿会住在考试院呢？因为呢，爸爸他是经营生鱼片的一个老板，家庭没有富裕到可以用这么大量的钱送女儿出国留学。爸爸其实是贷款让女儿不要担心学费。女儿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她就是心里很过意不去，所以就趁她暑假回来的时候，她想要去工作，去打工赚钱。她就找到了在江南附近的一个餐厅，姑姑家离这个餐厅非常的远，加上这个交通费用还有时间，所以她来来回回计算，她就觉得说，那就租一个考试院，在这个餐厅附近。韩国的考试院是可以非常非常的便宜的，有的考试院甚至于就是1万出头就可以住1个月。但是考试院的格局就是非常的小，它里面就是床，有的可能厕所是在外面，然后有的是厕所是在里面，非常小的一个生活空间。这个考试院呢是位在韩国江南Nohyeong的这个地方，一个5层楼的建筑物，附近非常多的餐厅，韩国是叫 술집， 喝酒的一些餐厅。考试院是位在3楼跟4楼，3楼总共约90平的大小，3楼加4楼，你猜它总共有几间？60间，总共85间。它真的是隔成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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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，几乎1平1间。对，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小房间。这个应该没有包厕所，我是没有查到我们包厕所。3楼加4楼大概有70多位的住户住在这个考试院。考试院里面住了谁？第一个呢，住在3楼的49岁的金善子，他是中国人，然后来韩国这边工作。他有一个儿子脚受伤，行动不便，妈妈就为了要赚儿子的医药费才会来韩国这边工作。再来呢，是住在3楼29岁的马俊奇，20岁他就开始独立生活，自己住在外面到处打工。他当时的状况呢，是在就职活动，想要找一个长远的正职的工作。白天呢是在书店打工，晚上为了就职活动念书。打个岔，考试院呢，除了刚刚跟大家讲的它的月租金非常低廉之外，也比较没有那种你需要长期签约的压力，就是你可以签短期住3个月啊，就是你要临时搬走或是临时搬进去都是非常容易的地方，只要有位置基本上他们都会让你搬进去。也因为这样子比较龙蛇杂处一点，没有正式的居留的人也会有，就像刚刚讲的待业活动，因为你找到工作以后你可能又会搬离那一区嘛，所以你要是一次签了一个房子，通常房子都是2年的合约，那你到时候要搬就不方便，短期的居住的人都会找考试院去居住。所以其实还蛮多留学生他如果是短期来韩国念书的话，会先找考试院，或者是有些人还在找房子，从中南部上来到首尔，那他短期可能1-2个月可能都要一直看房子，对，他就会先住在考试院。继续讲这个考试院的著名，还有一位呢是31岁的郑尚京，他比较特殊，因为他这一间考试院已经住了5年，一直都是在周边附近的餐厅各式各样的小店做打工，基本上附近老板们都认识他。自从退伍之后呢，一直都是在用这样的打工为生。刚刚提到生鱼片老板的女儿21岁的徐峥，她是住在4楼，她对面住了一个49岁的崔廷任，他有2个儿子，都跟这个徐峥差不多大。这个徐妈妈几年前被医院诊断出她有疾病，不想要拖累家人，径自的离家出走。听起来都是一些很善良的人。对啊，2008年的10月20号这一天早上8点，首先呢是这个金善子中国人的妈妈，她闻到了烧焦味，走出来看到有个房间的床垫已经着火，她
就在走廊尽头看到一个黑色的人影，全身黑色，戴了一个黑色的头套护目镜，看不到脸的。他头上还戴了一个照明灯，全身包紧紧，一脸就是来行凶的样子。对，他腰上还插着瓦斯枪，手上拿着一个50公分长的刀子。Oh my god！然后他的脚上呢也绑着小刀。当下他看到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他是住民还是外国人。对，但是看到刀子一定就是觉得很可怕嘛，所以他想要逃跑。这个黑影就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向金扇子，拿着50公分长刀狂刺，被刺到他当然也没办法逃跑了嘛，总共刺了27次。Oh my god！他是第一个受害者。刚刚你有提到考试院的状况，它就是非常非常小的房间，走廊也非常的小，窄度就大概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过的距离。这个考试院它又刚好就只有一个出入口，黑影就是挡在出入口。刚刚有提到一个住户是马俊其就职活动的这个青年，打开门然后就看到在刺人嘛，他就很紧张，找了灭火器看看能不能制止这个犯人犯案。灭火器的开关还没打开的时候呢，黑影就已经刺向了他。Oh my god！ 毕竟马俊其算是还蛮有力气的一个青年，虽然被刺了他就赶快要逃跑，跑到他房间里面要把门关起来，可是这个门不知道为什么就没办法上锁，他就用他身体所有的力量要挡住这个犯人，就在互相拉扯的中间，警报器就大响。一般人如果在房间听到第一个动作就会跑出去嘛，这个犯人在出入口那边，在那边堵人，他就是乱杀一通，这是一个死亡的警报啊！他就是用火灾当个诱饵。没错，第一个被碰到的是住在4楼的崔挺任，刺了他的胸部跟他的大腿。看到这个犯人的时候，他其实有想要跑，可是真的跑不动，被刺伤了之后他就倒在地上。接下来出来的人就是徐峥，刚好看到这一幕，当下也是傻了，脚也动不了，因为太惊吓了。正常人看到50公分的刀，真的就是会。犯人慢慢接近徐峥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崔挺任他就抱住了这个犯人大腿，他想要救他。好善良。对，犯人就狂刺他的手跟大腿，他的脸，他其实被刺得最惨。后来徐峥也是被这个犯人给刺伤、刺死了。刚好提到被刺伤逃跑到房间的马俊奇的脸呢，被警报器救了一命。对，快要失去意识之前，他有赶快打电话给119报警，说这里有个杀人魔在大屠杀，这里是某某某的考试院。报完警之后呢，打开门看看房外的状况嘛，刚好就看到了犯人的脸。但是因为犯人这边都遮住，他只有眼睛，可是呢他认出来他是谁了，就是刚好提到里面的住户，到处打工那位犯人就是郑尚敬，烧的应该是他自己房间的。早上9点呢，消防车跟警方就抵达了现场。这场火灾跟大屠杀总共持续了40分钟，被刺伤的然后也有被烧伤的。40分钟很久很长，救援队就小心的扶着伤患走出来。这个时候警方有发现有一件事非常的奇怪，有一位伤患他全身都是血，脚也都是血，流的到处都是，可是他身上没有伤势。就是那个人，就是郑尚敬，他就是在警方到达之前把他所有的装备都脱掉，然后假装成他是伤患，所以他还企图想要脱逃。他企图想脱逃啊。这个案子呢总共有6名死者，有5位被刺伤，然后有1位呢是为了逃跑从建筑物跳下来就死亡了，轻重伤是13名。郑尚敬呢被逮捕的时候，他的说辞是说他不想活了，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无视他，自己一个人去死啊！你不觉得跟台湾郑捷的案有点像吗？自己不想活，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？对啊，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勇气杀自己，所以就杀了别人。这个郑尚敬他总共有5个兄弟姐妹，他的家住在比较乡下的庆南的一个地方。那郑尚敬是最小，他是忙内。小学的时候呢有被同学欺负过，中学的时候呢就有被同学打到昏迷过，有被欺负的一个历史，对，校园暴力的一个历史。所以他在国1的时候呢，第一次他有了自杀念头，喝了农药，可是他在第一时间就被救回来了。1年之后呢，他又在试图自杀，可是都被救回来了。之后呢他陆陆续续都失败了。他如果拿50公分的刀刺自己27次，他就不会失败了。对，是不是？一直在试图自杀的这个行为，心理学家有分析说呢，自杀跟他杀其实是一体两面嘛，会有类似的心理状态，都是攻击人，一个是攻击自己，一个是攻击外部的人，一个瞬间很有可能就会从自杀变成他杀。原本想要杀自己，可是最后杀不成，所以他就是杀别人。后来警方就去调查打工过的一些店家的老板，这些老板都说呢，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人，很爱讲话，很爱交朋友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啊。而且老板们觉得他的个性是比较胆小的，做事也很小心，没有办法想象他做的这件事情。唯一觉得郑尚敬有点奇怪的是这个考试院的总务，管理考试院大小事的郑尚敬，他住在考试院的这5年间都不准人家接近他的房间。
他每次去要房租的时候，他就是小小的开门。总务就说呢，在这个事件发生的1个月前，他不小心经过的时候，他的房门有开一点点，稍微瞥了一下，里面放了非常多的玩具枪跟打火机，还有很多的玩偶摆在那边，很像在展示的感觉。这个郑尚京他非常沉迷于夹娃娃机，考试院附近便利商店旁边就有一个夹娃娃机，砸了非常非常多钱在玩这个夹娃娃机，甚至可以一整天都坐在那边夹娃娃。很浪费钱呢。心理学家分析说，其实夹娃娃机应该是郑尚京他一个发泄管道啦。还有一个点是，夹娃娃机里面不只夹到了娃娃，他身上所有的装备，包含瓦斯枪、护目镜、头套、打火机等等，全部都是夹娃娃机来的。从里面拿到了很多作案的道具。后来呢，警方调查郑尚京他房间里面的一些物品嘛，查到一本笔记本，郑尚京写的。为了结束人们的苦痛，走向幸福，我现在也要结束我长久的痛苦了，可以迎来幸福了吧？用血迹执行我人生的最高点，就让他帅气的结束吧。那他干嘛就要逃跑？这个是他4年前写的内容。所以他4年之后就开始用夹娃娃机在收集那些犯案的用品，可能吧？那些也蛮花时间的，也对，蛮花钱的。为什么他沉寂了4年要挑那一天作案呢？原因呢，是因为郑尚京他一直拒绝国家的教召，不是都会寄信来嘛？拒绝教召的话，就会有罚金，大概是150万韩币，大概台币3万多左右。因为他没有钱付罚金，然后他也没有钱缴房租，那到底为什么不去教召啊？手机号码也被停掉了，江南警察署就联络上他了，未缴纳罚金，所以就被通缉了，请你前来警察局到案。10月20这一天呢，刚好就是他跟警方约好要到案说明的那一天，再加上呢，当天其实原本这个郑尚京有跟房东约好说要把房租给房东，可是他其实根本没钱，是他压力最大的一天。对，就是压力最大，又要去找警察，然后又要缴钱，可是他身上根本没有钱，他凌晨起床就决定做这件事情。他如果大屠杀完，然后最后站在那里给警察扫射，还觉得比较壮烈一点。我没有办法理解他的心态。郑尚京他当初法院的判决书上写说呢，因为这个事件呢，他经过非常缜密的计划，犯罪行为非常残忍，而且没有任何的忏悔的意思，再犯几率非常的高，带给被害者极大的伤害跟痛苦。综合以上种种原因，法院最后是判定他死刑。可是呢，大家都知道韩国现在已经没有在执行死刑了嘛。这个事件过了15年，郑尚京他现在还活着，在监狱里面服刑，即使他杀了这么多人。对于被害者家属们当然是无法接受啦，你杀了这么多人，然后现在还活在这个世上，那我们失去了这些家人们怎么办呢？尤其是一开始提到生鱼片的老板徐峥的爸爸，非常的痛苦，觉得他活着根本也不是活着，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当中，女儿就这样惨死了，加害者居然还逍遥在人间的感觉。而且这么孝顺善良的女人，这个爸爸呢，后来有接受一个集团的支援，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模范计程车里面不是有一个张沈哲，他是青鸟集团的理事长嘛，原型就是这个李会长，实际上真的有这个人，他是李雄武会长，帮助这些被害者的家属走过阴影。爸爸有提到说，接受这个集团非常大的帮助，他们就是专门帮助遗属们，像是一些心理治疗啊等等的。徐峥的爸爸呢，度过很艰辛的时刻，他现在其实算是过得还蛮 OK 的，他现在在真岛这个地方开了一间生鱼片店。而且我觉得那个机构啊，它可以让都是被害者家属的人，他们彼此之间也可以有互相慰藉。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是你不经历，你知道他们很痛苦，可是到底痛苦到什么程度，可能真的只有他们彼此。你彼此之间在讲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那种你不懂我的痛啦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们如果不是被害者家属的人，我们去讲再多的安慰，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吧？对啊，他们都会觉得你不懂。成立这个人很伟大，我觉得他超伟大的。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考试院的大屠杀事件。那如果喜欢分享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Higher Day， 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台湾妞，我是喜娜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我们要去吃喜娜妈妈煮的牛肉面，耶！你也烦了，走开啦，拜。这个灭火器其实是一体两面，一体两面。一体两面是什么？这很严肃，你笑屁啊！其实就是一体，很烦欸。我想说你要不要再讲一次一体两面？那犯罪心理学家有说，我们开始开关了。我一想到你要讲一体两面，我眼泪都出来，怎么没有？好。